Hello， 大家好。10月份的房产数据已经发布，各地区房产经纪协会为了数据好看，在最新的报告中都只列出同比数据。这是因为在去年10月份，很多地区的房价都大幅下跌至前年同期水平。比如蒙特利尔去年10月份的房价与前年同期基本持平，还有一些地区去年10月份的房价甚至低于前年同期水平。比如大多伦多地区去年10月份的平均房价与前年同期相比低66000加元。再比如说大温哥华地区，2年前的综合基准房价要比去年今年同期还要高。这些数据房产经纪协会都不会告诉你，所以要看清楚房产市场的走势，只能多花一些时间自己来研究数据，或者是关注我的频道。既然房产经纪协会可以断章取义，那么今天我用房价一夜跌回2年前作为视频的标题也是非常合适的。一起来看看各大城市10月份的房产市场情况。多伦多地区房产经纪协会的数据显示，10月份的房价基准价格跌至111万加元，较9月份下跌了 1.7%， 创下了15个月来最大的价格跌幅。这是连续第3个月价格下跌。10月份的房屋销量环比下降了 5%， 至4867套，而新挂牌房源暴涨了 38%， 至14397套，活跃挂牌房源暴涨 50%， 至19540套。由于无法完成交易，多伦多地区的很多新房购房者正在放弃定金或者是首付，有些甚至高达32万加元。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大多伦多郊区的单户住宅中，那里的房价在疫情期间迅速上涨，现在已经大幅下跌。随着交割日期临近，买家既无法获得抵押贷款，又无法转让出去。近几个月，大多伦多地区的房屋销售急剧下降，导致这一问题加剧。其实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可以预见的，只是很多人被利益冲昏头脑，盲目冲进市场。现在放弃首付或者是定金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且这还仅仅是个开始。现在问题主要集中在单户住宅市场，这是因为单户住宅的开发周期一般是半年到1年。对于那些在价格高峰时期购买公寓的人来说，可能要到明年后年才必须完成交易。因此，在未来2-3年的时间，我们将看到更多人放弃公寓的首付和定金。最新报告显示，今年迄今为止，大多伦多地区新公寓销售数量处于10年来的最低水平。今年迄今已经售出了9568套公寓，销量比去年同期暴跌 47%。今年第3季度新售出2664套公寓，是过去20年来第2低的水平。2023年第3季度推出的预售项目，平均单价为每平方英尺1216加元，比1年前1485加元的平均单价下跌了 18%。今年迄今为止，楼花交易量为10年来最疲软的一年。由于需求下降，多伦多的开发商今年决定推迟交付近14000套公寓单位。这14000套公寓将给明年的公寓市场带来巨大的价格压力。加拿大住房和抵押贷款公司的数据显示，随着全国范围内现有房屋攀升至罕见的水平，9月份新房开工数量增长 8%。虽然这种供应对整体供应和自住业主来说是积极的，但是对于房产投资者来说非常不利，因为库存达到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会压低房价。蒙特利尔10月份的房屋销售量为2675套，低于上一月的2738套，同样也低于去年同期的2740套。10月份的房屋销量是自2000年开始统计这项数据以来第2低的水平。10月份活跃挂牌量增至17518套，较去年同期的15708套增长 12%， 而新挂牌上市数量较去年同期的5306套增长 10%， 至5816套。单户住宅的中位数价格为545000加元，比上一月下跌4000加元，而公寓的中位数价格为39万加元，比上一月下跌12000加元。如果你只看同比数据的话，那么公寓的中位数价格比去年上涨了 3%。因为这个数据相对好看，所以房产经纪协会只列出了这项数据。Plex 的中位数价格为73万5000加元，比上一月上涨了5000加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蒙特利尔的销售数据中观察到2种趋势。
蒙特利尔岛和蒙特利尔南岸的交易量分别同比增长了7%和8%，而其他地区则下降了12%至30%。大温哥华地区房产经纪协会表示，11月份大温地区新上市房产继续增长，而销售量仍落后于长期平均水平。10月份的房屋销量为1996套，比10月份的10年平均水平低29.5%。上月有4664套新挂牌房源，同比增长15.4%，比10年平均水平高出了4.8%。大温哥华地区10月份综合基准房价为1196500加元，环比下跌了0.6%，同比上涨了4.4%。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即使同比上涨了4.4%，但是仍低于2年前的综合基准房价。因为在2年前，也就是2021年10月份的综合基准房价为1199400加元，这比去年和今年同期都要高。卡尔加里10月份的房屋销售活动放缓，挂牌房源激增，当月的房屋销量为2171套，环比下降了11%，同比增长了17%。由于消费者在高利率时期寻求负担得起的住房，公寓的销售增长主要推动了销售活动。与去年相比，10月份的新上市房屋数量也有所改善，达到了2684套，这是自2015年以来10月份的最高水平。尽管库存有所增长，但水平仍然很低。10月份的基准价格比上一月上涨了1300加元，达到了571600加元。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加拿大的平均房价比加拿大中等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高出了141%。调查发现，家庭收入中位数为79876加元的加拿大家庭，可以合理负担价值315000加元的房屋，能够承受的最高抵押贷款为299500加元。然而，目前加拿大的平均房价为757600加元，远高于普通家庭承受能力。多伦多的平均房价比中产阶级家庭的承受能力高出约162%，温哥华的房价高出195%。只有埃德蒙顿是加拿大唯一一个中等收入家庭能够负担得起房价的城市。特鲁多政府本周决定不增加未来2年的移民目标，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但他们敦促联邦政府提供更多的应对临时居民急剧上升的计划。加拿大去年引进了超过40万永久居民，但也接纳了大约70万临时居民。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加拿大人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加拿大公民研究所和加拿大会议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017年至2019年离开加拿大的移民人数激增，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31%。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加拿大消费者正在努力削减支出。2023年10月，1/3的加拿大家庭在交通、住房、食物、衣服等其他必要开支方面无法满足需求。过去10年登陆的移民中，有44.7%的人财务状况难以满足生活需求。即使在加拿大出生的人中，这一比例也高达30.8%。今年15%的加拿大家庭在过去12个月中，至少有1个月必须减少或者放弃购买食品和药品等生活必需品。这大概就是当前犯罪率不断升高的主要原因。此外，消费萎缩导致餐厅经营困难。根据加拿大餐厅行业组织的数据，加拿大超过51%的餐馆目前正在亏损，而疫情爆发前仅为12%。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很多非必要支出的行业可能都会受到消费萎缩的影响。皇家地产表示，有340万加拿大人将在未来18个月内重新谈判他们的抵押贷款。几乎所有人最终都会支付更高的利率和更高的月供。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数据，2023年第2季度抵押贷款利息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升至1996年来的最高水平。金融机构监管办公室表示，固定支付浮动利率抵押贷款是一种危险产品，这些借款人面临更大的违约风险。他们估计，在2.1万亿加元的抵押贷款市场总额中，价值3690亿加元的未偿抵押贷款目前拥有固定付款浮动利率产品，其中价值约2600亿加元的摊销期限已飙升至35年或者是更长。皇家银行的一份报告称，价值约9000亿加元的未偿还抵押贷款将在未来3年内到期。
这些抵押贷款房主将面临严重的还款冲击。报告认为，除非利率大幅下降，否则信贷损失将不可避免地上升。超过1860亿加元的抵押贷款将在明年更新。按照目前的利率，他们每月还款额的增幅高达32%。到2025年，将有大约3150亿加元的抵押贷款需要续期，他们的每月还款额增幅将高达33%。2026年，价值4000亿加元的抵押贷款将进行续签，他们的每月还款额增幅可能高达48%。要减少对2026年续签借款人的支付冲击，就需要利率大幅下降。如果利率不下降，浮动利率抵押贷款机构将面临重大的还款冲击。到2026年，还款增幅可能高达84%。只有利率大幅下降，才能拯救这一群体。这就需要加拿大央行在2026年7月之前将基准利率降至0.25%。皇家银行认为，这完全是不现实的预期。未来利率走势是影响加拿大房产市场的最重要因素。加拿大央行行长蒂夫在参议院作证时表示，大量的抵押贷款以更高的利率续签，是加拿大央行上个月维持5%基准利率不变的原因之一。尽管加拿大经济已经显示出衰退迹象，但是美联储仍在步步紧逼。美国高达1.7万亿美元的财政政策正在为消费者和美国经济注入活力。以人均计算，美国 GDP 在过去1年增长了超过2%，而加拿大则下降超过了2%。美国10月份的失业率为3.9%，而加拿大10月份的失业率为5.7%。美国第三季度 GDP 环比年化增长4.9%。而加拿大第三季度 GDP 环比将持平。这些数据表明，美国会比加拿大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高的利率水平，这必然会给加拿大央行带来更大的压力。本周，加拿大央行行长蒂夫表示，政府支出正在与央行降低通胀的努力背道而驰，财政和货币政策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使得降低通胀变得更加困难。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加拿大统计局的通胀数据绝对是虚假的。近2年不要指望通胀下降，因为政府一直在给通胀火上浇油，他们甚至搞出了发钱抗通胀的骚操作。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如果没有